我打出生起就是个魔丸。我爹为了保住宋家清誉，送我上山清修，没曾想我直接占山为王，成了土匪头子。由于经营不善，山寨陷入财政危机，愁眉不展之际，我爹临时给我派了个业务，代替逃婚的嫡姐入宫，嫁给暴君当皇后。所有人都觉得我完蛋了，只有我两眼放光。暴君咋了？有钱的就是大爷。这票干好了，兄弟们的养老金就有着落了。入宫当晚，红盖头被挑开，我抬头一看，傻眼了。眼前的暴君正是3年前被我绑回山寨，劫财又劫色的俊俏小老子。陛下，吃了吗？皇后，朕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陛下说笑了，臣妾是大众脸，您见过也很正常。大众脸？哼，你当朕瞎呀？朕最讨厌别人骗我。龙卷风赤卫请出场。头，他敢威胁你？还好，还好，活着。我说小啾啾，你下次偷袭前能不能先打个招呼？打了招呼，那还能叫偷袭吗？头儿，你别怪二哥，他也是见你遇险，一时心急罢了。咦，军师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我知此行凶险，这不是担心头吗？青鸾，他还没死呢。趁热？什么趁热？你当这是打铁呢？老三，你给他吃的什么？鹤顶红。我刚刚开玩笑的，我给他喂的是跌打丸。青鸾，下次开玩笑能不能先打个招呼？打了招呼还能叫开玩笑吗？果然有卧龙的地方必有凤雏。我就说嘛，咱山寨穷的都要挖野菜了，哪有预算买鹤顶红？趁暴君还没醒，头，咱们赶紧收拾东西跑路吧。不，我不走。头，你疯了？这可是暴君啊！登基3年，娶了3个，死了2个，疯了1个。他刚刚还要掐你脖，你留下来不是羊入虎口吗？他刚刚还要掐你脖，你留下来不是羊入虎口吗？皇后，你若也是被逼的，朕可以安排你假死出宫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没准他是只纸老虎呢。头，你该不会是看上他了吧？看上个屁！我这叫长期投资。眼前这位可是大晋最核心的资产，有钱有权，长得也还凑合吧。头的意思是留下来，把它变成长期饭票。怎么个长期法？吃干抹净。咦，这人我怎么越看越眼熟？你看谁都眼熟。不是，是真的眼熟。头，这不就是3前那个被你劫财又劫色的小郎君吗？头，还有这事？哎，年少轻狂，年少轻狂，都是姐的过客罢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头，这个给你。什么东西？你懂的。二哥，走了走了，别耽误头办正事。这小模样，当真是我见犹怜呀！这哪是什么暴君，不还是那个小哭彪吗？别走，皇兄，别走。皇兄，是指3年前意外病逝的先帝吗？算了，管你叫的是皇兄还是玉皇大帝，今晚这碗米，老娘煮定了。话说从出生到现在，我宋初云干过不少荒唐事，烧族谱、爬太庙，把道观改成山寨，可哪一件都比不上昨晚荒唐。我一个土匪头头，不仅做了皇后，还顺带把暴君给锤了。自导放肆！你一个土匪头子冒充宋二小姐入宫，该当何罪？冒充？我就是宋二小姐，如假包换。宋二小姐不是体弱上山清修吗？是体弱清修呀，你看我这不是修得身强体壮了吗？不管怎样，朕都要治你的罪，朕杀你的头！陛下昨晚可不是这个态度，怎么吃干抹净了就想赖账呢？你还给朕下药？天地良心，这瓶口的封条还在呢，我可没用。昨晚陛下可主动了，又哭又抱，还拉着臣妾的手不让走。
跑什么跑？还敢还手？他奶奶的，在屋顶趴半宿了，打虎声比我都响。陛下，您这皇城防卫不太行啊，要不我从山寨调几个兄弟过来，不多，20-30个，包吃包住就成，准比你这御林军好使。住手！他是太后派来的。啥？太后派来的？你意思是，你娘天天派人来刺杀你？每天1次，考验朕的警惕性，偶尔2次，逢年过节3次，朕已经习惯了。你不会是捡来的吧？我宁愿自己是捡来的，这样至少有个理由，解释为什么我样样不如皇兄。他温润如玉，心怀天是天生的明君，而你也已经做得很好了。所有人都说你是暴君，可你从不乱动无辜，处置的不过是几个贪污受贿的奸臣。说你克妻，实则你只是放他们出宫去过自由日子了，不是吗？既然做的都是对的事儿，管那些老东西逼逼干啥？你在我这儿就是顶好的皇帝。我爹告诉我，天生我材必有用，要是每个人都一样，那多没意思。天生我材必有用。太后有旨，请皇后娘娘起身后去慈宁宫请安。朕同你一起去。不用，都是小场面，你媳妇我应付得来。可是太后，陛下，你这暴君人设还得留着早朝吓唬大臣呢。拎着他走了，正好把这活宝给太后送回去，省得他老人家明天再派人搞晨间突击，扰人清梦。咦，你的脸怎么了？怎么娘们儿兮兮的？昨晚被虫叮了，不好看。别叮了，再叮成忘妻石了。我有叮他吗？头儿，咱们空手去见太后不太合适。老三，你疯了！头儿昨晚刚把暴君给办了，你今天就想办太后？咱虽然是山匪，但也是有职业道德的。胡说什么？这是治牙疼的药，太后是甜，应该用得上。咦，你咋知道太后是甜的？大家不都是头一回进宫吗？要不人家是军师呢，你那脑子除了打架还能干点啥？头儿，我先撤了，今天有些不舒服。赶紧去吧。头儿，老三今天怎么怪怪的？谁还没点心事呢？走吧，太后还等着呢。只来了你们2个。太后娘娘，这还有个人呢。拖下去。太后娘娘，不都是自己人吗？即便摸鱼打呼噜，也罪不至死吧？谁说哀家要杀他了？初一，带他回去好好歇着，拨2两银子当加班费。另外，今夜由你去刺杀皇帝，务必用些新招式。这俩小子命可真好啊！遇上的是什么神仙老板？摸鱼打鼾一晚就能白得2两银子。要是这等好事落在我那帮弟兄们身上，太后娘娘，您看刺杀陛下这事还缺人不？我手上有点人脉，可以保证1个月都不带重样的。你这丫头，算盘珠子都打到哀家头上了，就你青云寨那帮兄弟也叫人脉？太后娘娘不愧是全王朝最尊贵的女人，就没有您不知道的事儿。太后娘娘，这是我特意为您求得的治牙疼的灵药。行吧。明儿个就让你山寨的人去内务府报到，包吃包住，每月8两银子。太后娘娘，您就是我们的亲娘啊！你这丫头，都和皇帝成婚了，还叫太后呢？娘，行了，坐下喝点茶吧。你和你娘真像啊！哎呦，你这孩子，怎么？哀家脸上是有什么东西吗？娘娘，您人真好，还是第一次有人夸我像我娘呢。京城谁人不知，我娘驻军者是真正的名门闺秀。我但凡有一个小脚趾头像娘，爹就不会把我送上山。傻孩子，哀家这哪是在夸你？你娘当年的性子可足足比你野10倍呀！她是镇国公嫡女，和我是手。当年我因为性子温润，
进宫后经常被人皇的嫔妃欺负。放肆！镇国公就教出你这样无法无恙、面无尊长的吗？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你连自己媳妇儿都护不住，还当什么皇帝，治什么天下？想当年我最大胆的时候，也只是在太庙顶上蹦跶，我娘居然直接踹皇帝啊！果然，我还是格局小了。那我娘后来是怎么改邪从政的呢？因为爱情。母后，你有什么不满就冲朕来，皇后是无辜的。母后，你有什么不满就冲朕来，皇后是无辜的。母后，初莹或许不是你眼中最适合的皇后人选，但在儿臣心里，她是顶好的妻子。长这么大，还是头一回被人护在身后。等等，我的重点咋跑偏了？眼下首要之事，分明是劝嫁才对。母后若有不满，就责罚儿臣吧，儿臣可以一直跪，跪到母后满意为止。但她不行。3年了，你终于愿意叫我一声母后了。不是，太后这重点怎么抓的比我还偏？有话好好说哈，有话都起来好好说哈。陛下，具体情况是这样。宋初鸾，所以你为了区8两银子，就把朕给卖了。陛下，如果你愿意出10两银子，我也可以让那些弟兄跟着您的。市场规矩，价高者得嘛。那朕出多少银子，能把皇后留在身边？啥？还有这好事？留在她身边就有钱拿吗？陛下，您受伤了。你又杀人了！阿玉，哀家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不要滥杀无辜。你为什么就不能和你皇兄一样，以仁德治天下呢？因为朕不是他。母后，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。如果我说我杀的是3年前派刺客将皇兄推入霍冲河的凶手，是勾结敌国的罪魁祸首呢？是谁？您的兄长，镇南大将军顾茂。杀得好！哀家说你杀得好，这样的人死不足惜。陛下，母后这是夸您呢，夸您杀伐果断，是个好帝王。母后，陛下说谢谢您的理解，也谢谢您愿意坚定地站在他这边。青鸾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掐指一算，今日是个好日子。这些年你们有什么误会，不如都一起说开吧。你们是母子，又不是仇人，一个天天安排刺客训练儿子警不警觉，一个天天装成暴君吓唬人，累不累啊？我这个外人就不掺和家事了，你们慢慢聊，聊开了最好，聊不开也别砸东西，宫里东西挺贵的。希望2位金主爸爸快快和好，最好心情一好，把我整个青云寨都有要入编了，也不枉费我煞费苦心。头儿，咱以后是不是不用再去劫道了？那当然，咱以后也是朝廷的人了，劫道那也叫奉旨查抄贪官赃物，有官身就是不一样，说出来都文雅。而且不是我吹，皇上现在被我拿捏的死死的，以后这皇宫啊，就是咱们青云寨第2据点。是吗？那个陛下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刚才说的是以后帮你打理后宫。味道不错，比御膳房的好吃。皇宫伙食这么差吗？瞧瞧都给孩子都饿成啥样了，地上带灰的都啃啊！陛下，御膳房缺人不？我们青云寨有几位姑娘，厨艺堪称一绝。哦，天哪，这啥酒量？堂堂95之尊，一杯倒啊！
皇后，陛下，您醒了。您刚才……皇后方才是不是说朕被你拿捏的死死的？怎么拿捏的？这剧本不对啊！这还是那个被我亲一口就哭唧唧的小哭包吗？陛下，您醉了。朕没醉。皇后不是要长期饭票吗？朕今天就把饭票给你续上。陛下，皇兄，对不起。如果不是我写那封信，皇兄就不会出宫；如果不是我，皇兄就不会被人推入河，就不会死。我没有学过怎么当皇帝，我只能告诉自己，要够狠、够绝、够让人害怕，这样就不会再有人敢动我在意的人。会好的，你不是一个人往前走了。可是皇兄不在了，他若在天有灵，也不会希望你一辈子困在那条河边。你得往前走，替他看遍这世间风景。再说，你现在有了我这个土匪王后，还附赠一群上得厅堂下得厨房18般武艺样样精通的青云寨兄弟姐妹。阵容是不太正经，但我保证，往后余生不再让你一个人扛。头儿，我知道你今晚会来，是有什么想问的吗？吃了吗？哦。天大地大，吃饭最大。军师难道忘了我在山寨立下的规矩了吗？头儿，3年前你在护城河边救了我，就从来没有好奇过我的身份吗？有什么可好奇的？天皇老头也好，阎王爷也罢，在我这儿，你只是青鸾，是跟我患难与共的好兄弟，是青云寨最厉害的军师，更是你自己。你们兄弟俩真是一模一样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不想说就不说，但或许可以对那些在意你的人袒露几分。方才他喝醉了，抱着我哭了好久，说他对不起你，说3年前不该给你写那封信，说你一辈子都在护着他，他却连你最后一面都没见到。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太自私了。3年前，我实在撑不下去了。我被母后和朝臣架在那个位置上，连喜欢吃什么、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都不能自己决定，没有一天是为自己而活的。所以我抛下了他们。我告诉自己，我只是想看看护城上的花灯长什么样。可我知道，我不会再回来。我告诉自己，我只是想看看护城上的花灯长什么样。可我知道，我不会再回来。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无完人。你只是选了想要的人生，这有什么错？况且从来没有人怪过你，我没有，太后没有，李金月更没有，因为我们都是你的家人。你嘴上说不在意，心里却记得太后喜甜会牙疼，借口讨好，让我给她带了药。铁鹫打了你弟弟，你想都没想就把自己留了多年的爹打完喂给，怕我看出端倪，还装作漫不经心捞他身上的值钱东西。还有今天他们母子2人争吵，躲在窗外偷偷看的，也是你吧？你明明很爱他们，他们也很爱你。其实无论是做皇帝、做儿子、做兄长，还是做军师，你都做得很好，你一直很好。无论是做青鸾还是李玉怀。头儿，谢谢你。哎，都是兄弟，说谢见外了。头儿，你真不是替你夫君报复我吗？我宋初英是这么小气的人吗？走吧，有些话得你自己去说。皇兄别走。大王，头儿，我们才是一家呀！你是地主。皇后，朕脏了。莹莹，他不要脸，他爬朕的床。打住！我没爬你的床，是你昨晚喝多了，抱着我不撒手，喊了一宿的皇兄别走。住嘴！朕现在就将你这不知死活的小宫女砍了，朕要诛你9族！陛下，不可啊！
你诛他9族，自己也得搭进去。关朕什么事？因为他是你亲哥啊。你刚刚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我说你刚才要诛9族的这个小宫女，就是你日思夜想的皇兄先帝李幼怀。皇帝长高了。皇兄，我好想你啊！皇帝，你受委屈了。皇兄知道你装了3年的暴君，杀了7个贪官，吓跑了2个皇后，还把朝堂上那帮老东西治得服服帖的。你做的比哥哥强，吾弟当为尧舜。陛下，边疆急报！大清早的慌慌张张，成何体统？有话快说。回陛下，有一个坏消息和一个好消息。坏消息，镇南大将军的余党勾结敌国来犯，边关告急。那好消息呢？镇国公率镇北军大获全胜，军中杀出2位神兵，一位人送外号宋一枪，一位人送外号王一刀。不日就会班师回朝，抵达京城。太后请陛下举办接风宴，携皇后娘娘一同出席。好啊！善使长枪姓宋，善使双刀姓王，不至于吧？我姐可是京城第一才女，平日里弹琴赋诗，哪像会使长枪的人？至于我干爹，打是挺能打，可那路数，土匪窝里打滚的，能是军中神兵？皇后，怎么了？是有什么不妥吗？没什么，就是感觉这俩外号起的这个卖艺的似的。确实，听着还不如朕的活阎王霸气。哎呦，没眼看没看看啦，鬼圈真乱。好了，别演了，有这功夫还不如去看看太后呢。估计从我送药瓶的那一刻起，她就知道你回来了，去见见她吧。门不是开着吗？她为什么翻窗？没办法，职业病。陛下，你得有个心理准备，你皇兄现在可能和你记忆里不太一样。有多不一样？可能有点野。陛下，您抖什么？朕没抖，朕这是在活动筋骨。活动筋骨能活动到手抖？镇国公是2朝元老，小时候考过镇骑射，朕没及格。皇后，你也在抖？我哪是抖，是这凤冠太重了，带这玩意儿坐着，感觉脖子都快断了。朕的冕驴也不轻。那你分我几串珠子？不可，这是礼制。脖子都快压侧了，还管什么理智？北军将士入殿觐见。这2位便是宋一枪和王一刀，怎么连脸都不露？阵前杀敌是逞威风，到了御前反而槽头露水，莫不是面目狰狞，怕惊了圣驾？老臣祝启元参见陛下，参见皇后娘娘。我说这是意外，你们能信吗？哎呀，成何体统，成何体统！到底是山里来的野丫头，没见过世面。大锦将士浴血奋战，皇后却在庆功宴上当众与陛下调情，衣衫不整，举止轻浮，置国体于不顾，实乃妖后误国。你说谁是妖后？谁是妖后？你说谁是妖后？谁是妖后？在下王铁锤，青云寨前寨主，打过铁，杀过敌，行的不懂，就认一个理儿。谁骂我干闺女，我揍谁！我操，干爹，你不是去云游四海了吗？怎么游到战场去了？张大人，去年中秋诗会，您还夸过小女婉约清丽。皇后娘娘乃我宋家掌上明珠，亦是镇国公府血脉。她就是把金銮殿拆了，也轮不到旁人说3道词。您说是也不是？姐，你不是天下这么大，你要去看看吗？怎么一不小心看到边境了？宋大小姐不是跟人私奔了吗？怎么突然成神兵了？诸位大人格局小了，谁说逃婚一定是私奔？
就不能是参军吗？我知道你很震惊，我也是。太后对我娘的评价，现在看果然没毛病，原来都是血脉传承。也不知道我爹那个文弱叔子，知道家里有3只母老虎后会是什么反应，好期待呢。宋相到啊！我爹咋来了？他不是咳得下不了床了吗？陛下，老臣教女无方，给陛下添麻烦了。老臣这些年为朝堂殚精竭虑，却忽视小女，老臣罪该万死啊！宋相两袖清风，为国为民，是真正的好官啊！皇后娘娘性情直率，倒也有乃父之风。我爹妈这演技，也就骗那些榆木脑袋的文官，骗李金月，怎么可能？不会吧，骗他也能成？泪点这么低的吗？好，都是演技派是吧？陛下，莺莺，陛下加油！宋相乃公父之臣，不必如此。皇后很好，能娶到皇后是朕之幸事。不好，有刺客！不好，皇帝，他们的目标是朕南大将军报仇！意外，纯属意外。老臣手无缚鸡之力，这都是平时搬书搬出来的死力气。我去，老爹坑女儿不是这么坑。你说自己病得快没了，结果一指弹断长剑。莺莺，朕差点就见不着你了。好一出瓮中抓鳖，你们早就知道，就我一个人被蒙在鼓里。下次不许这样了。夫君体弱，方才定是情急之下激发潜能，诸位不必在意。夫君受惊了，回家妾身给你炖汤补补。都听夫人的。脑瓜子嗡嗡的，今晚信息量太大，合着我这一家子全是隐藏大佬啊！过分，实在是太过分了。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我还以为我才是家里唯一的魔丸，跟他们一比，我简直纯良的像只小绵羊。镇国公宋青兰、王铁锤上前听封，赐镇国公10亿千户，授太傅衔，封宋青兰为正四品明威将军，封王铁锤为正四品宣威将军，其余人等按公军一并封赏提拔。钦此。臣女此战伤及筋骨，日后怕不能为朝廷效力，求陛下收回成命。我路子野，年纪也大了，这次胜仗纯是运气加持。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儿子成家立业。行吧，封宋青兰为护国长公主，赐居京城公主府，特许其往后婚娶自主，另赐黄金千两良田宅邸，荣养终生。册封王铁锤为忠勇侯，准其世代世袭，荫庇子孙。臣年迈不堪重任，特将虎符归还陛下。陛下，我去吧。你们就没什么想说的吗？阿莹想知道什么？你为什么不当将军？这是你拿命挣来的，你当之无愧啊！阿莹，你知道什么叫功高盖主吗？他不会的，李金玉不是那种人。现在不会，不代表以后也不会。我们是你的家人，得为你的以后做打算。可是姐，我不想你因为我丢了自己的梦想。梦想又不是只有一个。我想做才女，做成了；想做将军，也做成了。往后嘛，往后，我想做个逍遥快活的长公主，收尽天下美男。姐，若皇帝妹夫让你受委屈，姐姐府邸随时向你敞开。咱们姐妹有福同享。你别这么看我，我可不是为了你，我就是懒。当了官，天天上朝站桩，比杀了我还难受。干爹，谢谢。行了，别把鼻涕眼泪蹭我衣裳上。到底是闺女好，云哥有福气，不像我只捡了个臭小子。等等，你刚叫我爹什么？云哥？你们早就认识？
你爹呀，说起来，他才是青云寨第1任大当家。青云寨，此山是我开。文坛领袖宋庭云居然是青云寨出任大当家，那我爹究竟是怎么改邪归正的？这个嘛，因为爱情。这话怎么这么耳熟？太后也说过。想不通，明明一个村里出来的，你爹咋就能有种成那样？那可不，我们宋家就没有一个孬种。本以为你爹是神人，结果你娘才是真正的神人。表面是文弱官家小姐，背地里18般武艺样样精通。他发现你爹真面目那日，只看了他一眼，就说要切磋。切磋一下。后来他常来青云寨教姑娘们功夫，那些被乡绅恶霸欺负过的姑娘，一个个都能徒手掀翻3个壮汉。所以你当初根本不是意外结的我，你们早有预谋，这一切都是安排好的。这事儿啊，你亲自去问你爹。爹娘，事已至此，咱摊牌吧。爹，所以你当初送我上山，根本不是觉得我丢人，对吗？当然，我家园这么好，爹怎么可能觉得你丢人？爹为你骄傲还来不及。那你为什么送我上山？因为你是雏鹰啊，爹给你取名出营。旁人都以为爹盼你做宋家的梁柱，做规矩里的大家闺秀。其实不是，你不必做宋出营，你只需要做你自己。京城规矩太多，会把你的翅膀压折。况且你不是从小嚷嚷要当女侠吗？咱家刚好有点这方面人脉，爹就送你去了。啊，爹，女侠跟女土匪是一个概念吗？不都是替天行道，土匪还更接地气些。那你为什么让我一个土匪当皇后？英雄不问出处，我一个土匪都能混成文臣之首，你当个皇后怎么了？爹别乱说。爹让你当皇后，自然是因为知道你喜欢那小子。这些年，爹一暗中护着你，你查贪淫、开仓放粮，做的全是义举，却唯独队里经略，你是赔了夫人又折兵。你咋连这个都知道？你爹我什么不知道？我闺女想要的，甭说是个男人，天上的星星爹都给你摘下来。爹，爹你真好，你是天底下最好的爹爹。娘，你也是天底下最好的娘。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，静若天仙，动若木兰。这还差不多。爹，你可算回来了！不要过来呀！你这什么打扮？粉裙子，大红花。你老子在外头打仗威武霸气，你在宫里扮女人。任务需要，任务需要。头儿，陛下喝醉了，抱着你的枕头坐在店门口，谁劝都不走。你快回去吧。喝醉？那壶里可是我亲手换的甜果酒，3岁小孩都喝不醉。这个李金玉小手段还挺多。阿银，如果不开心了，记得回家。大不了爹不做官了，咱们继续去当土匪。他要是敢欺负你，告诉娘，娘把他调到祖庙打3天3夜。受委屈了，姐杀进皇宫也会把你带出来。陆英啊，有事千万别忍着，能动手就别吵吵，这是青云寨规矩。知道啦，你们一个个的，别把我说的下去龙潭虎穴。莹莹，朕好想你啊！果然，男人3分醉，演到你流泪。莹莹，朕头晕，扶朕进去。行，扶你。头好晕，扶朕躺会儿。陛下，你这头晕还挺会挑时候。朕这是酒后什么来着？酒后吐真言。对，酒后吐真言。可你喝的是果酒。果酒也是酒。莹莹，朕好喜欢你。死骗子！你堂堂一个皇帝，怎么会偏偏喜欢上我一个土匪呢？朕7岁那年，偷偷溜去太庙侧门玩，看见个穿粉裙子的小姑娘，
手脚麻利地爬上了太庙的飞檐。底下的太监宫女吓得哭天抢地，满朝文武指着他骂大不道。可他蹲在最高的那片瓦上，晃着2条腿，笑得比太阳还亮，就像占了整个天下最自在的山头。那是朕第一次知道，原来人可以活得这么无拘无束。后来见他下不来了，朕还偷偷给他递了架梯子。那时朕就在想，今后若要娶妻，定要娶个这样的姑娘。原来当初给我递梯子的小男孩就是你。莹莹，这是重点吗？重点不应该是朕喜欢你吗？那你喜欢的还挺早。母后，你蹲这边，这个角度看得清楚。这样真的好吗？有什么不好？您不是好奇吗？咱得盯紧了，才能早点抱皇孙。皇兄母后，你们在外面干什么？没什么，我陪母后饭后溜达，路过。对，路过，哀家什么都没看见。阿月，别怂，抓紧点儿。自那以后，我的日子变得忙碌。白天我是凤冠霞帔的皇后，满朝文武见了我都得夸一句皇后娘娘贤良淑德。晚上我就蒙上面纱，往房顶一蹲，化身土匪头子宋雏英。不过偶尔也会有翻车的时候。皇后娘娘，不是，你认错了，我是大众脸，你什么都没看到。没看见，臣什么都没看见。兄弟们，撤！陛下，臣要参皇后娘娘。臣亲眼所见，皇后娘娘实乃土匪头子。她不仅夜出宫闱，还当街殴打朝廷命官。哦，皇后柔弱不能自理，怎会打人？定是你户部账目不清，引来绿林好汉替天行道。陛下，自三皇五帝起，未有皇后为匪之荒唐事，陛下怎可如此惧内？废话，你怕朕就不怕。不过此事朕已知晓，爱卿熟读圣贤书，留在这朝堂着实屈才。即日起调任青云寨书院做启蒙书子，退朝。先帝，听闻大人弹劾我家头是土匪头子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不误会，以后大人就在书院教孩子认字、算账、学规矩。3个月后，若孩子们账本还算不明白，大人就留下继续教。莹莹，下次能不能带朕一起去？行啊，不过你得戴面纱。朕是皇帝，戴面纱成何体统？那就别去。这位姐姐身姿挺拔，怎么看着这么像我家那位95之尊的弟弟？你又要干嘛？这不就是当初我把你打晕，绑在这柱子上劫色的那间柴屋吗？你还挺骄傲。宋雏英，朕和青云寨究竟哪个更重要？当然是青云寨。我宋雏英是那种见色忘义的人吗？笨蛋，你也是我这贼窝里的人，跑得掉吗？头儿，再不走，今晚就抢不到赃银了。知道了，来啦！不急，反正整个大晋，连同朕在内，都是你的。乱，下来，那上面危险。父皇，你别晃，我看着害怕。习惯就好。朕终于理解岳父大人当年的心情了。俊俏寨主，父皇后，我去看看青云寨的寨主到底有多俊。勿念。来人，调御林军。放心，雁荡山现在是皇兄的地盘，栾出不了事。我们的小雏鹰也该飞向他自己的天空了。我这个压寨夫君，自然听娘子的。终于到啦！这小祖宗怎么来了？啊，你就是俊俏寨主啊，长得好像我爹，不过比我爹好看。干爹，如果你不嫌弃，我想给您养老。这是你爹知道吗？他不用知道，我爹有我娘养老就够了。干爹这么好看，没人养老多可怜呀！去，给宫里传信报安，顺便提醒陛下和皇后一声，抓紧收拾收拾，练个小号吧。